大家好，我是刘荷花，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复古帽子收藏，从20年代到60年代的都有。会给大家展示并试戴，包括我的一些搭配技巧，还有怎样让帽子稳稳地戴在头上。上期视频我跟大家说我的硬盘坏了，以前录的片段都丢了。那这期视频是唯一的幸运儿，我试戴帽子的部分没有丢，所以呢，试戴的部分是半年前拍的。那我最近又补录了一下其他的部分，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我现在头发比那个时候的头发长很多。不管怎么样，很开心这个视频幸存下来了，耶！帽子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是女性穿搭的必需品，尤其是40年代以后，各种稀奇古怪、花里胡哨的帽子更是层出不穷。直到60年代后，才慢慢的退出时尚舞台。帽子作为女性穿搭的一部分，在室内也不会摘下来，除非是冬天的那种特别保暖的帽子。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些帽子，大部分是在当地的 estate sale 淘的。我会以年代、颜色和搭配场合做一个顺序上的安排。首先是这顶帽子，卖的人告诉我是1920年代的，虽然我无法考证，但是它样式和破旧程度让我觉得它确实是来自于一个比较遥远的年代——爱德华时代。羽毛装饰在那个时候比较普遍，而且喜欢在帽子上加各种华丽的假花。这顶帽子是这种编织材质的，上面有一团紫色的绣球花。羽毛呢，经过岁月的洗礼，还是非常的丰盈。我找出了这件长衬衫来搭配。那这件衣服说来搞笑，感觉是一件就是超级宽大的男士睡裙。那上面绣着1892，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年代。如果真是1892年，那这件衣服保存的太好了，几乎没有穿过或者泛黄的痕迹。那这件衣服买来也一直没穿过，也不知道该怎么穿，主要是当一个缝纫技巧参考吧。上面的蕾丝边和刺绣细节是真的很精细。今天呢，就随便拿来搭配一下帽子。这顶也是黑色毛毡做的帽子，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具体年代，但是它的款式很30年代。30年代流行这种头顶尖尖的帽子，这顶是不对称的设计，侧面也很好看，低调同时又很有趣。下面是这顶黑纱的帽子，纱非常的轻盈细致，这顶帽子非常的浅，一般50年代会比较流行这种浅口的帽子。戴这顶帽子的时候，可以把帽檐拉下来遮住一只眼睛，就非常的有神秘感。黑色的帽子还有这样一顶扁圆的毛毡小礼帽，也是50年代的风格，后面有一个网纱的蝴蝶结。接下来的这些帽子大部分是来自于一次 estate sale，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生了收藏帽子的想法。那位老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个时尚达人，各种帽子啊、手套、包包，50、60年代的时尚配饰一应俱全。因为现在的人不戴帽子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帽子当时就是堆在角落里无人问津，我觉得很可惜，对我萌生了一个收藏复古帽子的想法。我在那次 estate sale 以50刀的超低价淘到了10多顶帽子，就每顶不到5刀，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帽子收藏。首先呢，是一些搭配大衣或者小西装非常合适的帽子。这顶白色的帽子旁边有3条缎带，有点未来主义的意思。之前拍穿搭的时候戴过，可谓是点睛之笔。这顶就更有特色了，外面是织金的布料，类似于头巾的样式，非常的异域风情。而且中间还有2颗月亮形状的宝石，里面也是很精致的，用蕾丝作为内衬。
那我今天也是戴的这顶帽子，我觉得其实这顶帽子最适合搭配的衣服应该是那种中东风情的华丽晚礼服，会非常合适。还有一顶这个也是织锦形状的，形状跟上一顶比就比较中规中矩一些。戴这种帽子要戴出复古的味道，一定要打破我们今天戴帽子的习惯，不要把帽子想象成一个功能性单品，而是一个装饰物。如果我这样直的戴上去就很一言难尽，但是如果我斜着戴就好很多。就涉及到了如何让帽子牢牢地固定在头上，就是用这个东西帽针。它的用法就是把针穿到帽子里，勾住里边几绺头发，再穿出来。帽针有长有短，我的这些都是比较短的，对于布料稍厚的帽子就不是很够用，有的时候会用好几个帽针，那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就直接用发卡别在头上了。像这顶蕾丝帽子，当初买它是因为它很特别，说实话有点像发糕。那还有这顶黑色的帽子。我之前在芝加哥中国城拍的一套穿搭，红色的帽子搭配了红色的大衣，非常爱这套。这顶帽子红色天鹅绒的质感特别好，酒红色特别迷人。同样一套衣服，如果没有这顶帽子，造型的完成度就低很多。那还有一顶绿色的，这顶绿色的质感也是没得说，是这种缎面加天鹅绒材质拼接的，特别优雅。这个帽围大一些，可以斜着戴在头顶，也可以把整个头包住。那类似的还有这顶棕色，颜色和质感都特别棒，搭配大衣穿应该很好看。还有这顶黄绿色的，这个材质轻薄一些，那我觉得这件就更适合搭配春秋天的薄风衣。不过我现在衣橱里面还没有一套特别合适的。说起戴帽子，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里的妈妈 Rose 可谓是帽子搭配小达人，无论什么帽子在她头上都超级经典优雅。比如这顶上面都是花的帽子，一般人真的驾驭不了。其实我也有一顶类似的，就是非常浮夸、非常亮的橙色，整个帽子被假花的装饰包裹住，外面还有一层网纱。也是我还没有能找到就是能搭配穿出门的衣服。下面来几顶正常一点的，夏天非常适合戴的这种编织帽，配连衣裙很清爽。一顶是这种白色半透明的，后面还有一个质感超好的大蝴蝶结，戴上它就想找一个晴天去原野上写生。这顶是淡粉色，也有一朵花装饰，帽檐比较软，也非常好看。那还有就是这顶扁圆的小草编帽，去年搭配裙子的时候带它去沙滩，真的非常夏天。接下来这些严格来说不能算帽子，更像是头饰，它们可以直接卡在头上，不需要帽针的辅助，也是50年代很流行的款式，很适合搭配连衣裙。首先是这个黄色和粉色的，我以前都出过穿搭。黄色这个是欧根纱的质感，这个粉色总让我联想到小鸡破壳之后头顶上顶着的壳。还有这个亮橙色的，上面有花瓣羽毛形状的装饰，也有一层轻薄的网纱，也是非常挑衣服。这顶白色的有点脏了，不过它上面这些小花真的是太可爱了，还是把它买了下来。最后
后的这一组也是发卡帽，但是是带毛的，就比较适合秋冬。这2顶很像，都是蝴蝶结加毛茸茸加网纱的组合，特别复古可爱。这个是我近期淘的，太喜欢了，是一圈绒毛加一顶毛毡的小帽子，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红色蝴蝶结。这个红蝴蝶结缎带的这个质感太好了，应该是某种天然材质，也很有岁月的感觉。这顶帽子冬天配那种公主裙款式的大衣，不要太复古。最后拿出我压箱底的宝物，就是这顶鸟羽毛的帽子，真的太喜欢了。之前做秋天小裙子的时候搭配过，它的手感特别细腻，每一片羽毛都泛着微光，尤其在阳光下，甚至会反射出一点点紫色的光泽。搭配裙子，让穿搭的完成度一下子就上来了。好啦，这就是这期的分享啦。收藏复古帽子其实并不需要很高的门槛，尤其是那些年代相对较近的帽子，比如50、60年代的款式，在美国这里的二手市场上可以找到很多，价格也相对亲民。随着60年代之后西方婴儿潮一代的兴起，时尚的主体从成熟女性转向年轻人，帽子逐渐不再是必备的时尚单品。到了现在，戴这种装饰性很强的帽子反而会引起别人的侧目，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或许是因为当代人很少戴帽子，这些帽子也就失去了市场。我买它们回来，虽然并不是每一顶都有机会戴，但我收藏它们的初衷就是为了保留时尚史的一小部分，不让它们永远被尘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视频，别忘了关注我，给这个视频1键3连。我是刘荷花，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我们下期见。